又来了，又有这个写作业问题。这是一个焦虑痛苦的妈妈的来信。有智慧的蛋，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？我孩子5岁了，男孩，性格善良软糯，做事慢条斯理，学习成绩尚可，但是速度很慢。平时作业基本上都要做到9、10点，这学期作业量更多了，常常都要做到晚上11点。慢的原因主要是孩子有点强迫症，写字做题事无巨细的都比较追求完美，遇到难一点的题迟迟犹豫不动笔，这是个优点啊。这孩子这个优点用到正确的地方是个优点。注意力不集中，总是边做边玩，那是他不是不集中，他痛苦，他不是不集中，他想躲避。这小朋友想躲避痛苦，躲避困难。你碰上难事你不还刷会儿短视频的吗？这不很正常吗？每次做作业，我在旁边都看得怒火中烧，忍不住一顿臭骂，往往都是孩子抹泪，我声嘶力竭收场。如果我完全放手听着，他也是边做边玩，效率极低，最后也是干到3更半夜。我用了很多方法，你就帮他写就完事儿了，这后面还有这么多，你就帮他写不行吗？你不会写啊，这位妈妈，你帮他做不就行了？有好几次到11点了没写完作业，我会强迫让他睡觉，他睡到半夜都会惊醒，哭着说妈妈妈妈，我做噩梦了，妈妈我睡不着。这个时候我想任何一位妈妈都会心疼的给孩子一个抱抱，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一句话都不回他。他哭了一会儿自己就睡着了。妈妈妈妈不要这样好吗？妈妈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妈妈我也在哭，我知道自己这样很残忍，但我真的非常生气，对他非常失望。有什么好失望的？不就作业太多了吗？是他的错吗？这不就是作业太多了吗？这是他的错吗？周5布置的作业，周5晚上周6一整天玩的飞起，不写一个字，到了周天晚上赶到11点，最后写不完，这能怪谁？怪你啊！你帮他写呀！这谁小时候不是这样啊？谁小时候不是玩的飞起，最后一天赶啊？你帮他写不就完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我就半点都慈母不起来，别说安慰他了，恨不得继续骂他。我觉得再这样下去真的受不了了。智慧的蛋蛋，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呢？你帮他写，5岁，天，5岁有必要吗？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业？有什么科研任务等着他去攻克？不就是点浪费时间吗？说难听点，不就是点层层下压的教学任务吗？老师不就是也是为了自己班级成绩好一点吗？你这还想不通吗？你觉得他是为了你孩子好啊？当然，老师也很无奈啊，那个压力压到他头上，他也很无辜。这不就层层下压吗？压到你这儿了，你就想通了不就行了吗？你想通了，这是一个层层下压的比拼数据的一个任务。5岁写作业写到不是5岁啊，我说错了，5年级啊，吓坏了。5年级，我真的是我说了好几遍5岁，我这吓坏了。5年级啊，5年级啊，没有不是5岁，但5年级还好吧？5年级几岁啊？5年级几岁啊？朋友，10岁、11岁，10岁、11岁嘛。吓坏了，我真以为我就是巴个回去看一看啊，是5年级啊，5年级也没必要，真的。你想想，就是这么点事儿，这位妈妈，你还想不通吗？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他就是有一些数字的压力，是吧？学校压老师，老师压孩子，孩子压家长，压到你这儿就应该停了，你不要再返回去压孩子了。怎么这个层层叠叠，最后是孩子受苦呢？你帮他做个不就行了？一家之言啊，别这明天给我切片出来说。李诞宣扬这个孩子不学习，家长替做作业，我没宣扬啊，我是针对这个个案啊，我没有宣扬什么这个什么玩意儿，我是觉得这孩子都痛苦成这样了，就别折磨他了。关键是他学习成绩还可以，你说这图啥呢？关键这孩子是学习成绩还可以，上课就是做作业做不下来，你帮他做不就完了吗？我是针对这个啊，你别明天这个别给我切片出来说李诞说这个孩子都别做作业了，这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啊，我只是针对这个妈妈和孩子都互相折磨成这样了。一个5年级的孩子半夜惊醒，哭着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做噩梦了，好可怕！妈妈，我睡不着。”然后这个妈妈不回应，孩子哭一会儿，自己又睡着了。妈妈也自己在哭，说我好残忍，但是我很生气，我很失望。你失望啥呢？关键这孩子学习成绩还可以，你有啥好失望的？这不说明这孩子很聪明吗？也说明了这个做作业对他提升学习成绩没什么帮助吗？我小时候我妈就帮我写作业，我是从个人经历出发。我小时候我妈就帮我写作业。谁不是假期玩啊？谁不是玩到最后一天，说明天要上课了？我妈一开始也会帮我那个，一开始也挺生气的，看你就知道玩。最后我妈就崩溃了，说，所以她也会一边写一边骂，给孩子给这么多作业干什么？有一些作业就是莫名其妙，就是给你个字帖让你抄字帖。我小时候特别好笑，我小时候写字不好看。我现在写字也不好看，我跟你们讲啊，特别逗。我小时候写字不好看呢，我们班主任啊，他为了提升我的这个荣誉感，我们那会儿就都要抄字帖，然后我写字也不好看，
他就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那种身份，让我去收同学们抄的字帖啊，让我练字，意思你就负责监督大家抄字帖，然后你收大家的字帖，提升我的这种荣誉感嘛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让同学们帮我抄，我说这回好了，朋友们，你们帮我抄吧，我真不行。我小时候为了不写作业，我那事儿可干多了，我还会扔作业，我还会突然跟我姐吵架，然后互相撕作业。就是说太生气了，说今天太生气了，说我跟我姐，她不是我亲姐，我姐也说她不是我急了，然后我俩也不伤害彼此，就互相撕作业，嘎嘎撕。我是根本不看那种什么暑假作业、寒假作业那一本，他根本不看。我中间有时候就撕几页，撕的特别整齐，有几页就撕了丢了，他也不知道。我说我自己啊，这没有什么宣扬什么的，我自己是这么长大的，我就这么长大的啊。然后有那个寒假、暑假作业，不后面有答案吗？一开始还那个什么呢，还这样翻开这样看一眼，然后抄，翻开看一眼这样看。我妈在后面，你就把那个撕下来抄吧，你别在那，你这翻上你不费劲吗？你把它撕下来你就抄呗。撕下来，哎，我妈也特别好笑，真的，我就这么长大的，没答案，互相分配。没答案就是你还没有个好朋友吗？同个班级的互相分配，就是那个没答案的作业啊，暑假作业总要做一些的嘛。然后我做几道题，你做哪几道，他做哪几道，然后找一个就是马上要开学的那个日子，集中在一个家，一般都是我家，他们家没有那么开明，一般都是我家，互相开始，不都这么长大的吗？反正我是这么长大的。哎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小孩怎么这么可怜。哎，这作业糊弄不完了吗？就是这么长大的啊。就是这么长大的。小朋友健康、安全、快乐，不要学坏，正直善良就完事儿了啊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正直善良有阅读量，对啊。我省下来时间我也玩，但我也看书啊。我在家，我只是不爱看那个教科书，我也看书啊，我看很多书，那不然哪有时间看书？我天天做作业，我哪有时间看书？少年儿童百科全书4大本，厚厚的，那我就小学看完的呀。那4大本买过吗？红的绿一本，绿一本红一本，那4本。我那看好几遍那百科全书，什么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这你小学哪有时间看这些书啊？你不就是不写作业才有时间看这些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妈对我那个比较纵容，可能也是看我也没去干什么坏事，我也没事，我就是在家看看书，玩玩具。我特别喜欢弄一堆那个自己拼一些那种积木，就拼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，或者自己就那个玩玩具的话，我会给这个几个玩具啊，各种各样的玩具起名字，然后给他们就是讲故事，就自己在那儿好像他们在发生什么一样。从小就这样，跟朋友玩下象棋是吧？向朋友学习，跟朋友那个出去一起踢球啊、打球啊、爬山呐、什么的，这多好啊！破作业，破作业能教会你，好吧？一家之言啊，别这个剪切片的朋友注意啊，别明天给我剪一个什么李诞宣扬大家别做作业，不是啊，我主要是针对这个压力太大，如果这累成这样，真没必要，是吧？该做呢，它合理，真能学到东西，该做还是做。你说我小时候我也背古诗词，我觉得那还是有意义的啊，背古诗词啊什么的，这还是很有意义的。你长大了知道那个好。你说天天写到11点，小朋友不应该有充足的睡眠吗？啊，觉睡不够，学东西是白学啊，这个是科学啊，跟你们讲讲，这是科学。觉是要睡够的，你觉不睡够，这知识不往脑子里去啊，觉一定要睡够啊。这个真的是有科学研究的，你觉不睡够，那知识进不去的，进不到你脑子里，就是假会了。你抄100遍作业也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。我想想我的童年还真是挺幸福，真挺快乐。唯一的不快乐就是我爹老揍我。哎，我小时候也是太淘气了。大家刚刚从这个只言片语也不难发现，我小时候不是很听话了。我小时候太坏了，太淘气了，有一些不太好的回忆都是我爹在揍我，除此之外都很快乐。哎，我小时候太淘气了，想想都觉得，我想想我爹的心情肯定是觉得这孩子能长大吗？这，哎，我妈，你看我妈心态就很好，肯定没问题，这不也长大了吗？能怎么样？你小时候不玩电子游戏吗？我小时候没啥电子游戏啊，我小时候还小霸王其乐无穷呢，电脑都是初中了吧？初中才开始玩，也玩，我爸也玩啊，问题是。玩游戏他反而不管我，他也玩的跟我一起玩。我爸有时候也挺怪，他买个游戏机，他坐那玩那个魂斗罗，他说他一个人打无聊，他说你跟我一起打，2个人打魂斗罗。那时候他又不管我，我玩魂斗罗他又不管了，很高兴，2人一起打魂斗罗挺高兴。我爸很奇怪啊，对啊，
他这怎么不管我呢？可能因为他也爱玩吧，他就特别爱玩，他就带我一块玩。小霸王其乐无穷啊，小霸王其乐无穷啊！小时候一听这个就贼高兴，好吧，欢迎大家，真挺高兴，小时候玩的真挺好，很快乐。后来我弟长大了，我又老跟我弟一块玩，但是我们那会儿都插电视上玩，卡带。后来电脑就是我爸办公室有电脑，我会那个周末他就带我去办公室玩电脑，他说你去玩电脑吧，我去打麻将去了。我现在想想，我爸也挺荒谬的，这对吗？这不对吧？这游戏也没少玩哈，游戏也没少玩。我可能特别吃苦的那种，嘎嘎认真学习就复读吧。大家听我这个快乐的童年，考不上大学也很正常嘛，就是最后太离谱了。说这个成绩你啥也上不了呀！我爸和我妈跟我商量说，感觉哪儿也去不了，要不再学一年。我说行吧，学一年吧，感觉哪儿也去不了，确实有点尴尬，我就又学了一年。刚刚这个姐妹，我是很认真的劝她，我真的是认真的劝她，这孩子作业太多呢，你帮孩子写写，然后你从旁观察，不要发脾气，不要生气。你愿意观察，你算一个时间呢，你看一下他不是做题，你觉得他做的慢吗？你先看一道题，你下次他作业呢，你先看一遍。你看几道题，你感觉一下你做那道题需要多长时间，答案是什么？然后你看一下，你观察一下他做一道题需要多长时间，哎，答案是什么？你看看他的单题的解题的能力、效率和这个，他如果这个方面没问题，就没啥问题啊，是吧？这作业就差不多得了，糊弄完事儿了，这不学习成绩也挺好吗？学习成绩好就是吧，这不也该上初中了吗？你要是这个心态，你就带他5年级，你还是这个。痛哭，跟他干架骂他，那你说这还有初中呢，还有高中呢，是不是？这位妈妈，这孩子5年级了，睡觉做噩梦，起来找妈妈，哭着找妈妈，多可怜呀！啊，让他快乐一点吧，也快乐不了几年了。妈妈，咱们这么想能想通吗？这位妈妈，5年级了，已经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让他再快乐快乐吧。马上就该给我投稿，找不着工作了，然后什么谈恋爱喜欢的女孩不喜欢自己，工作找不着什么，蛋总怎么办？该这个了啊！让他再快乐几年吧，童年没有几年了，对吧？孩子就是真的，你就会很后悔的，对吧？就让他高高兴兴的，尤其这个学习成绩还不错啊，那作业挑着做做，你帮他做做，糊弄完事儿了。只针对这位家长啊，你们别那个什么，别害我只针对这位家长。其实你们经常看我直播也知道，我其实还是劝大家好好学习，因为读书学习这条路吧，在所有苦的事儿里啊，这还算是不那么苦的啊。所以就是，如果能通过读书学习取得一些东西的话，这还是比较轻松的路。其实大家那个有机会学习，有机会读书，还是珍惜，对吧？我有时候也挺矛盾。你看，我其实经常很多朋友说干嘛，我就说你好好学习，是吧？好好写作业，好好找个班上。但有的是吧？你说这一个5年级，你把它整成这样，就没必要了啊！咱们这个事情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但帮我想一句狠话，背景是我几年前参加一个活动。活动内容是做你的表情包，前3名可以拿到你的周边小礼物。我赢了，这什么破活动？其中一个礼物是当时你合作的一个汤圆做的一个兔子玩偶，上面印了你的脸。那张照片就是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都能跟它对视上，好有意思。这有意思吗？多恐怖啊，姐妹儿！我这几年到处换城市流浪工作，我都带着它，而且我有时候搭配衣服不想自己换，我就拿这个玩偶当模特，用你的头搭我的衣服。哈哈哈，我自己每次都玩的很安逸。事情是我有几个好朋友来我的漂亮屋玩啊，飘屋玩，不是漂亮屋，就是那个漂泊的那个屋子，飘屋玩。无意间看到你的玩偶在我床上，都会被吓一跳，说我好变态。对，这是正常的。你这几个朋友挺好，这是很正常的人。但我觉得玩偶没问题啊。我的问题是，以后肯定还会有朋友来我家玩，还会无意间看到这个玩偶，或者以后我谈恋爱了。人家看到了，再说些刺耳的话，我要怎么回应？你扔他吧，姐们儿，你扔他行不行？我觉得我发挥的不满意，你亲自给我想想吧。来一句狠狠的幽默的回击，我想不出来啊，你扔他吧啊！还有，我是不会丢掉或者把它藏起来的，你还预判我，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个事儿。你作为当事人，必须跟我共进退啊！我是什么时候成为当事人的？我不知道啊，离谱！以后这个有朋友看到这个玩偶，然后说你变态，然后你就特神秘，姐妹，你就倍儿神秘，你就突然就是那种突然走到门口，先打开房门看看外面有人那种，有没有人，没有人，然后回房间，然后拉着你这个朋友跟他说，你说你别看他这个，看起来比较变态，但是李诞这个东西啊，看着是变态，但是真灵啊，真灵啊啊，能转运啊！我床上放个这个，我都不失眠，我都不做噩梦，我借你2天试试啊！
你说灵，特别灵。将来有男朋友呢，男朋友话术要别致一点。这个男朋友这样说可能糊弄不了他。男朋友的话呢，男朋友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床上放个这玩意儿？”你说你别看，你说亲爱的，亲爱的，我就是跟这个玩偶许愿，我们才能相遇的啊，全靠他，都靠他啊，没有他不会认识你。我其实真实的建议，我还是劝你给他扔他，扔他吧啊，扔他吧啊。就算当成树洞，我也非常想要诉说。我是一个二婚的女人，第一次婚姻是选择非常爱的人，彼此相爱10几年，最后离婚了。这个婚姻的结果被父母指指点点，不愿意拿出来说，甚至鄙夷我。可是这段婚姻的过程，我也能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，我会开心也会伤心，有情感波澜。现在是第2次结婚了，选择了一个社会标准能达到90分的人，他很好，几乎没有缺点，特别有钱，情绪也很完美。可是我不开心，因为我心里有爱的人。谁呀？前夫啊？谁呀？现在每天都在折磨。我跟我妈说这些，她都说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甚至别的人知道我情况也会阐述着说错过这一村没有这一店了。观点给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内心那个很爱的人不符合常规意义上的标准，目前看来可以说是一事无成，大家都看衰我们。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办？经典题目啊，经典题目啊！你都第一次婚姻都彼此相爱10几年了，就是说10几年之后已经又结婚了，又结婚以后心里又有爱的人了，是吧，姐妹儿？我感觉你就是那个注定一生浪漫的啊，姐妹儿，我感觉你是那个注定浪漫潇洒走一生的那种人。我看你不会被束缚住的，不用我劝，你会离婚的。劝不住我也没啥事儿，感觉你也不差钱，没啥事，就这样的，挺好的。有的人天赋异禀，我看你就是那个骨骼清奇，天赋异禀，这个潇洒走一生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姐妹儿，去吧，因为你可以。其他人我还劝劝，你这不好劝。但我觉得你特别靠谱啊，幻觉。想问一下普通人的婚姻的问题。我和老公在一起8年，有个2岁的孩子，家庭都很普通，收入也很普通。结婚住在一起就觉得情绪不稳定，带娃这2年尤其严重，发现他和他妈妈都情绪不稳定。经常一点事情发火，我遇到别人发火就会不知所措，只听着不会吵架。过会儿他又笑嘻嘻的来找我，又觉得我挂个脸摆脸色，又生气，我就更不愿意说话。日积月累，我回家就不开心，因为带娃，他爸爸妈妈也过来帮忙，他妈妈有一点事情就发火，他爸就听着。过一会儿，如果他爸发现一点事情，就会又揪着这个事情骂他妈妈。我的天哪，好燥啊，好燥啊！这个家庭，我看他爸仿佛看到了30年后的我就很想离婚。我和周围朋友说这个情况，都觉得普通的日子普通过，没有大毛病。但普通人只是情绪问题，谈离婚太奢侈了吗？不奢侈。是不是没有大是大非就不配想离婚的事情？这个姐妹儿跟你说一个你可能违反你直觉的事儿，姐妹儿，大部分离婚的人都不是因为大是大非，大部分离婚的人就是因为一些鸡零狗碎儿，不是因为大是大非。但是我又不想和他父母那样过一辈子，我要怎么办？不接触行不行？你老公咋样啊？哦，老公也情绪不太稳定，这就有点麻烦啊，有点不太行啊。哎呀，很想离婚。你如果是很想离婚，就离呗，然后在跟他爸妈不在一起的时候，跟你这个老公聊聊，看看他能改吗？给他一点机会，就你们俩单独生活，感觉他能改吗？能改的话，试试看；不能改就算了。但我今晚陷入了情绪的怪圈，泪崩了，是老套的感情问题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头一回碰上，我手足无措。我和我男朋友认识5年，在一起3年，他做小个体户，我从帮他做生意到后来，这个小个体户这词儿不常听说了，我也是个体户。哎，我这个严格来说，我这个生意就是小个体户，小卖部个体户。他做小个体户，我从帮他做生意到后来相处久了，日久情深就在一起了。在朋友看来，各方面条件都没有很好的他，起初我会跟他在一起，是觉得他为人真的是真诚、善良、纯粹，我有安全感。因为原生家庭的缘故，我特别在意。我也告诉过他，感情里我在意的是忠诚。你可以不浪漫、不细节、不有钱，但一定要忠诚。怕什么来什么呀！3年来，我感受到的平静，自认为有安全的幸福，在一次我出国旅游回来后发生了骤变。他提出见家长的提议，我寻思行吧，差不多了。但是那段时间总觉得怪怪的。不得不说，女人的第六感真的很准。在我决定带他回家见家长之前的晚上，我鬼使神差拿起他的手机，这个时间点也很妙，真是鬼使神差，仿佛内心的不安全感指引着我。我看到了他几乎转账给来路不明的女生，此处省略1万字吧。结论就是他，呵呵，哎，反正就是他承认了他有过这个念头，
但是没有真的做。过去3、4个月了，我以为我走出来了，但是就如同今天会陷入情绪的反扑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除此之外，他确实对我还可以，我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再相信他一次吗？找个爱的人真的不容易啊！为什么剧情的发展要这么颠簸？反反复复跟大家说啊，没有那个金刚钻的就别老看别人手机啊，看了之后呢就面对。你既然已经看了，那咋办？你看都看了咋办啊？那就这样吧，那咋办呢？那还能咋办？你说咋办？还能咋办？没啥事别看对方手机啊。你说还能咋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没什么办法了。咱们深夜是不是读点 emo 的？但玩狼人杀发言没有说服力，我冷静发言没人信，我带情绪发言没人信，我可是预言家呀！连续2晚查杀都没人信，恨呀！读读我的信吧，我明天还要玩呢。星期四又来了一封，今天狼人杀又输了。朋友，你的这封来信让那些给我投稿的那些痛苦的人，一下显得他们好更痛苦呀。这朋友关键还很认真，星期三先来了一封，星期四又来了一封，今天狼人杀又输了，不玩不行吗？朋友，狼人杀有啥好玩的？不玩不行吗？哎呦我天，太有意思了。但我想跟你分享一件小事儿，不是精彩的故事，但真的很烦恼。上周跟朋友一起捡了一只猫，我不是个要养猫的人，但是那只小猫真的太可爱了。然后我挣扎了一会儿，就跟朋友说：“哎，我养吧。”就给猫猫取了名字，带回了家，给猫体检、出儿满、打疫苗、买各种猫猫用品。10多天过去了，我有点后悔了，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养。不想养的原因是一，养猫之后太累了，这段时间手机都玩的很少，下班回家就是收拾卫生、陪猫玩、铲屎。教猫猫和陪猫真的太累了，铲屎还好吧，猫猫才3个多月，真的是一直玩，不陪它玩，我就又怕它精力旺盛抓家具。2，我老觉得碰猫了就不干净了，从接猫回家我就每天洗头，长头发每天洗真的有点累，对头发也不好。然后每天洗手无数次，手变得很干，涂护手霜又泡猫猫舔。猫你在家不脏啊？一天换4遍衣服，早上起床从睡衣换成接触过猫猫的衣服，给它铲屎是扫猫砂。你是有点洁癖是不是？这咋回事？纠结的原因是一是我把它带回来的，我得负责，重新找领养吧，我有点愧疚。2，这个猫猫有时候真的很乖很温柔，是我喜欢的品种，长得超好看，有点想看它长大的样子。3，它已经听得懂自己的名字了，想麻烦蛋总帮忙分析一下，旁观者清，我应该尽早给它找领养还是继续养呀？啊，找领养吧，你赶紧吧，抓紧找吧，你这有点神经质，你养不了啊，抓紧找领养吧，别到时候感情更深了更痛苦，赶紧找领养吧啊，放过自己，放过小猫，找个领养就完事儿了，没事儿了，不要有什么太自责的，最好找这个领养，你没事儿，你特别自责，你没事儿给那个领养家庭买点猫粮，长大了你也可以看见，加个微信，到时候看看它，是吧？你也得对它负责，是吧？这领养家庭看看对猫好不好，你要求它每周给你拍一下猫的动态什么的，每个月可以去看一次，不过分吧？对吧？这也算你对它负责了，挺好。天哪，居然看见你啊！我经常在这儿啊。你点一下这个关注，你会见我见的烦。你现在是天啊，居然看见你。过段时间你说天啊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关注我一下。How old are you？是吧？关注一下。蛋总怎么跟妈妈相处？我今年27了，刚结束一段4年的同居生活，搬回来跟妈妈一起住，发现一地鸡毛，比谈恋爱还可怕。父亲高中去世，这些年我一直没住过家里。有男朋友的时候，妈妈是个很好的丈母娘，关心我对象，给我们送东西。可是现在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说他伺候了一顿都不知道感恩，在家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不吃饭是不尊重他，情绪上来就是辱骂、侮辱、谩骂，让我滚出去。那你就滚出去呗！啊，我一直以为我妈是个通情达理的家长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只有我结了婚，她才会高兴，跟我好好说话吗？蛋总，我该怎么办？搬出去啊！搬出去，每周见一次，好好沟通，好好沟通。妈妈也是有情绪的，是吧？你让她，你俩好好的，但是你俩现在住在一起是沟通不了的，你得搬出去。过段时间跟她沟通一下，你问问她到底怎么了。你不知道她碰上啥事儿了，她痛苦也是也，如果是以前都特别好，突然疯了是吧？应该是有原因的，你问问她。但你现在问不出来，你赶紧先出去吧，你先出去，然后过后好好沟通就行了，保持一下距离先，对彼此都好。但是该关心还是要关心啊。如果这妈妈以前都挺好的，就问问她，可能是碰上啥难事了，你问问她。人有时候很奇怪的，他会把这个很多情绪发泄成另一种情绪，他可能不好意思啊，或者没法跟你说呀，他就变成了一种痛苦发泄，都有啊。能聊还是好好聊一聊，还是得沟通，没辙，还是得沟通。但感觉自己社会化失败了，想听听蛋的想法。我是一个头部城市的一个
独生女，普通家庭，20多岁本科毕业后就来欧洲了，然后学习到了30岁，在这边学语言，读个研究生后又读了一个其他专业的本科和双学位，马上读完了。在本科国内本科有过实习，到这边就没再工作，直到最近有个小活儿，在我第一专业行业的头部公司，公司产品很喜欢，岗位、文化、团队我都不喜欢。感觉是文化有问题，导致团队人有问题。小时候一和男生玩就会被说，所以慢慢也不爱和男生说话了。没有过正式的恋爱，暧昧有过，现在就喜欢各种跨学科瞎琢磨。小时候只喜欢数理化，长大了觉得文史哲很有趣，暂时没有读博需求，就是没有遇到那么感兴趣的课题。经济上有爸爸妈妈，没有大富大贵，但也饿不死。不怎么买奢侈品，普通家庭，不怎么买奢侈品。这语言，姐妹儿，这什么语言？不怎么买奢侈品。近10年除了学习就是自己满世界旅游，所以呢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快点啊，要不耐烦了啊，快点啊！有什么问题啊？所以有什么问题啊？姐妹，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什么叫社会化失败了？我看是你失败了还是我失败了？什么情况啊你？现在30出头了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了。是啊，你满世界旅游都10年了，没有想去的地方不是很正常吗？国内朋友都结婚、生娃、离婚啥的，尊重佩服他们的选择，我看着闹心，没有动力发展这个方向。工作吧，我也不是很喜欢人，时间长了、距离近了都会烦。以前上学也是，喜欢学习新知识，但是跟人没啥感情链接。现在这个活儿，我当它是一个观察人类的窗口，看多了也会无聊。总是有局限的，没有勇气从爸爸妈妈那里拿一笔钱创业。也就是说，你爸你妈是可以给你一笔钱创业的，是吧？不是说只要不负债就不算啃老吗？哈哈哈！况且以我对人生的态度，估计团队都凑不齐。哎，我本想就这么耗着，看看自己想看的书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，等哪天灵光一现就知道想干嘛了。然而近10年就这么过来了，爸爸妈妈年纪越来越大，加上渐渐没有玩伴了。焦虑压力倒是没有，每天也会有新鲜感，可是惊喜越来越少了，应该改变一下，却也没有实质性的动力和方向。大老师你怎么看？有什么建议或者恶毒的语言来刺激我一下？给直播间各位朋友请安，祝大家幸福快乐。奇怪，我想此时此刻他的痛苦已经转移到这个8000多还没有睡的很多朋友的脸上了，本来痛苦在他脸上，应该转移到你们脸上了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咋的呢？幸福的日子咋了？过腻了？说是想吃点苦，想吃点苦啊！但我也能理解，对人生有点迷茫。然后呢，试了很多年，尝试了很多年，各种各样的事儿，就是比较轻松的生活。感觉也没有玩伴，爸爸妈妈也在老去，不知道自己要干点啥，也没有一个关系，对吧？没有一个深入的关系。最近有个小活，在我第一专业行业头部公司，几个建议啊，几个建议。第一，把这个活干一下。你呢，30岁学过很多东西，去过很多地方，但是姐妹儿，我估计你呢是缺少跟这个世界有深入的连接感，你跟这个世界缺少有深入的关系，深入的连接感。做工作是可以的，先把你这个专业做好，第一专业的这个工作，你喜欢那个产品，你好好做一下这个工作，你把一件事从无到有给它干成，你可能能产生这样深入连接的感觉。第二，交朋友，交朋友，好吧？既然有这个困扰了，就别老说什么自己不喜欢人，别说这种话啊，别老说这种话。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着说着把自己给说孤僻了。很多人也没有说多不喜欢人，只是大部分人不喜欢那个特定的 particular 的喜欢的你没碰到，碰到了你又觉得我不喜欢人类，给自己弄了一个酷酷的，是吧？墨镜一戴，头发一留，我不喜欢人类，整这死出，别整这死出。本来不孤僻，给自己说孤僻了。交朋友，交朋友，尝试一下，一起做事，一起努力，一起做成一件事情，你是能交到朋友的。在你们这个公司没有道理啊，姐妹儿，你这个话是没有道理。公司产品很喜欢，岗位、文化、团队都不喜欢，没有道理，没什么逻辑。姐妹儿，怎么可能呢？一个全方位差的公司是怎么做出你很喜欢的产品的？没有道理，姐妹儿，是吧？是你自己给自己预设的那个壳，没有逻辑啊！你这个话。你很喜欢的产品，但是这个公司的岗位、文化、团队你都不行，没有道理。给自己一点机会，你在这个公司里别老看别人，跟别人接触也是想一想，别老看别人做错了什么，挑刺儿永远是很容易的。看看别人做对了什么，这公司产品你不是很喜欢吗？这个公司肯定是做对了什么吧？你进这个公司，你看看大家究竟做对了什么，看一看，感受一下世界是真实是怎么运转的。一个全错的公司怎么能做出一个对的产品呢？肯定是做对了什么呀？你看看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，
好不好？好吧，第一个是把这个专业做下去，第二呢就是交交朋友，对人不要有那种芥蒂。第三，男生关于男生是小时候一和男生玩就被说，现在慢慢就不爱和男生说话了，没有想认识谁的欲望。但是我是直的，没有正式恋爱暧昧过。跟你爸你妈打一个这个跨国电话，小时候是谁说的你？一和男生玩就被说是谁说的你？比如说是你妈妈说的啊，咱们假如说是你妈妈说的。给你妈打个电话说，妈，我30了，我现在还是不能跟男的聊天，就因为你小时候我一跟男孩说话你就说我，当时你为什么说我？你都是怎么说的我？我当时是什么反应？我哭没哭？多打几个电话，长谈，把这个心头这个结给他打开，然后开开心心去谈谈恋爱，这个结给他解开，好好去谈谈恋爱，跟你爸妈聊一聊这个事情。4，长大了觉得文史哲很有趣，以前只喜欢数理化，暂时没有读博需求，然后喜欢旅游。10几年去过很多国家，然后不是很喜欢人，现在就当这个活就当它是一个观察人类的窗口啊。有一个专业叫人类学，真的喜欢了解一下，可以去读一下人类学。你这个状态去做一个人类学研究，你可能能做挺好的。做人类学研究的人，这个你具备了一个最基础的要素，你不缺钱。搞社科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，你不缺钱，你可以搞社科，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人类学，好吧？这4个你能做到一个，你就会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，好吧？就这样啊，千万不要创业，千万不要创业。搞人类学研究也算创业吧，就没花不了那么多钱。喝了多少？没喝酒，喝的水。刚刚这个朋友也挺典型，跟这个世界发生点深入的关系。有时候满世界旅游吧，只是换一个风景的空虚。你深入一点呢，就在自己的卧室，哪儿也不去，你可能能得到更深刻的体验。有时候这个环游世界是一个，环游世界可能是一个被做的相当普遍的梦，但确实与此同时也是相当会让你失望的梦啊！你跟这世界没有什么深入的联系，到处瞎溜达，可能也就是环游世界，就是从小就被教说的一个是吧？好像很那个，好像一个很值得一做的梦，不会错的梦一样。其实啊，差不多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可以，国仔这个点又开始给我发一些。哎，再读一个，可以啊。但听说你之前进行过幽门螺旋杆菌治疗，我也治疗成功满1年了，但是有个困扰想咨询。和朋友出去吃饭，总担心对方幽门螺旋杆菌超标被感染怎么办？真的很爱跟大家出去玩、吃饭、闲唠嗑，于是一起吃饭总是盯着大家每一口菜都夹在哪儿，甚至非常想每一盘菜都夹第一口，然后避开大家夹过的位置。或者吃着吃着就不吃了，甚至聊天会十分不小心的问出来对方幽门螺旋杆菌有没有超标，然后默默记在心里，然后和没有超标的朋友吃火锅，感觉我有点变态了。那个4联药吃的太痛苦了呀，真的不想再治疗一回了。我特别理解你。那么蛋总是出去吃吃喝喝是怎么办的呢？我就是公筷，尽量用公筷。但是即使这样，我在小卖部买过很多东西。也还是没有买过益生菌，因为医院开的还没吃完，嘻嘻，等吃完了就买。买的最多的是奶脆脆，吃了12包，吃的很疯狂，腮帮子非常累，打算下单颞下颌关节撕掉。所以抗忧成功，但平时吃饭不担心吗？我担心啊，我已经是用公筷了。我今年又去查是没有，反正我前段时间刚查完是没有。我听一个朋友跟我说过，说这个玩意儿成年人如果治好了呀，就是说成年人如果治好了，复发的概率是很低的。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，说你治过一次再复发的概率是很低的。怎么查？就吹那个。我当时什么症状？我没症状，我是常规体检，我差不多每半年就要体检一次，我常规体检查出来的，一下就治好了，没啥症状，就你得常去体检。怎么治好的？吃4联抗生素。那确实对，确实有点那个，还好也没有特别痛苦，但是确实是这个4联万一吃很长一段时间，对这个肠道菌群伤害比较大，所以我治完那个幽门螺旋杆菌，我就是疯狂吃这个益生菌嘛。就你治完了之后，抗生素把胃里的这个肠胃里的肠道菌群都给干废了，然后我就狂吃这个益生菌，补这个益生菌。大家可以整点这个益生菌啊。你们要是平时没事就是自己胡吃抗生素的，尤其是。劝大家没事不要老瞎吃抗生素啊，遵医嘱。但是没辙还是吃了的，记得补点这个益生菌啊，这肠道菌群都给干灭了，就补一点。吃饭你就要求那什么公筷嘛，好吧？感谢大家，今天差不多2点了。但曾经的我认为爱情是找到情，找到对的人，但是跌跌撞撞的失败让我醒悟，
爱情的核心并非对象，而是首先自己有能力爱人。曾经的我认为爱情是两个人互相折磨到白头，认为投入越多精力越好，甚至容忍失去尊重的关系。后来我明白，独立和自由是尊重和爱情的基础，爱情是自由之子，永远不是控制的产物。曾经的我认为爱情是无条件的付出，不求回报。回想起来才发现这是自以为是。我不是对方的母亲，无条件的付出是消极的。曾经的我一直寻找爱情，直到经历变故后，我才明白，爱近在咫尺。来自父母、朋友的馈赠，让我学会与自己和解，慢慢爱上自己。曾经的我以为我爱你就是对一个人的专注至极，对其他人和事漠不关心。但后来明白，真正的我爱你是在你身上爱所有的人，爱世界，也爱自己。现在的我在每天努力爱着这个世界，在给予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力量、富足和生命力的升华。这让我不再需要用苛刻的爱情来抵抗孤独和恐惧，因为我爱世界，爱自己，终于能够真正开始体验爱情，很好。这个作为一个结尾挺好的，非常好。祝大家都能找到这种心态吧，非常好，大家都能这样就挺好的，好吧？拜拜，朋友们，别了，晚安，祝你们好梦，拜拜。